你有没有想过，全球最大的经营教育频道，那个有87万订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黄金白银认知的频道，它的创始人突然宣布不在美洲做视频了。这件事发生在过去几天，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刚刚突破了一个2007年以来从来没有突破过的关口，一个是经营圈最响亮的声音之一在淡出，一个是压在黄金头上整整10几年的那座宏观大山开始崩塌。这两件事看起来毫不相关，但你今天听完会发现它们指向同一个结论。而最疯狂的是，其中有一个信号可能比所有价格图表都更值得你关注。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黄金现在报4520美元，白银76.73美元。但今天我们不聊价格，我们聊两件事，一件是宏观，一件是情绪，两件事都比价格本身更重要。好，进入第一部分，30年债酿了什么祸？2026年5月19号，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盘中触及了 5.197%， 这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7年是什么时候？是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最后一年。 5.197%听起来只是一个小数点，但它背后压着的东西是整个全球金融系统过去10几年的剧本。我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30年期国债是美国政府最长期的借款工具，它的收益率相当于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借钱要付的利息。收益率越高，意味着市场要求美国政府付更高的利息才愿意借钱给他。而美国现在欠了多少钱？根据国会参联经济委员会今年3月份的数据，截至2026年3月底，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达到 38.86 兆美元，逼近40兆。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你把这笔钱平均分给地球上每一个人，每个人要分摊将近5000美元。如果你把这笔钱按1美元1秒的速度数，要数超过120万年。这就是美国现在背着的债务包袱。那利息呢？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6财年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将首次突破1兆美元。注意，这是预测值，但已经发生的部分同样惊人。根据 Fortune 杂志援引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26财年的前7个月，也就是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美国政府已经支付了628亿美元的净利息，平均下来每天将近30亿美元，每个月光是付利息就要付出88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每个月利息支出比新西兰一整年的 GDP 还要大很多倍。而这还不是最让人头疼的，最让人头疼的是债券拍卖的需求开始不足。过去几周，美国财政部的几次国债拍卖，市场反应冷淡，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溢价才肯接货。什么叫收益率溢价？翻译成大白话，市场在告诉美国政府，你要我借钱给你可以，但你要给我更高的利息，因为我不太信你能还得起。Citi 的分析师已经在 Bloomberg 上说， 5.5% 可能是30年期收益率的下一个关键位。 5.5% 是什么概念？是过去整整20年金融市场都没有真正经历过的环境。你需要知道的简单一句话，美国政府现在借钱越来越贵，欠的本金越来越多，而市场正在要求更高的利息。这是一个雪球，越滚越大。你可以做的，你不需要看任何付费数据，打开 fiscaldata.treasury.gov， 这是美国财政部的官方公开数据库，你可以亲眼看到美国每天的利息支出、债务总额、拍卖结果。这是一手数据，免费、权威。但有一个问题，你可能已经在心里问了，这种高利率的环境对黄金来说到底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做一件事。如果你跟我一样关注美债和黄金之间的这种张力，关注央行报告、国债数据、ETF 流向这些深层信息，那这个频道就是你应该订阅的频道。
我们每周会解读世界黄金协会、白银协会的官方报告，把那些机构级别的深度分析用中文送到你面前，点一下订阅，下次报告解读不错过。好，回到那个问题，利空还是利多？表面上看逻辑非常清楚，债券收益率上升对黄金是利空，为什么？因为黄金不产生利息。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假设你手里有10万美元，选项一买黄金，黄金不付利息不分红，你拿在手上全部回报来自价格涨跌。选项二买美国30年期国债，年化 5.197% 的利息，每年你坐着不动，光是利息就有5000多美元。当国债收益率从 3% 爬到 5.197%， 选项二的吸引力上升，选项一的吸引力相对就下降了。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机会成本。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随着收益率上升而上升。S&P Global 和 PMCO 都做过类似的分析。历史上很多时候30年期收益率和黄金价格是负相关的。按照这个逻辑，金价应该被压得很惨。但是你看一下今天的数字，黄金报4520美元，并没有崩溃。为什么？因为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债务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它本身就会反噬美元信用。你想一下这个逻辑链，美国债务接近40兆美元，利息支出每年可能超过1兆美元，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收100块税，要拿出相当大一部分去付利息，而不是用来搞基建、搞教育、搞军事、搞研发，这是不可持续的。当债务大到不可持续，市场会开始问一个问题，美国政府最终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上的答案只有3个，加税、削减开支或者让美元贬值。而前2个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大规模做到，那剩下的那个选项对黄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黄金不是竞争不过国债，而是最终唯一不会被稀释的资产。Peter Schiff 这种顽固多头几十年来一直在说同一件事，债务危机恰恰是黄金最大的催化剂。我不替他背书，但他的逻辑是清晰的。短期高利率压制金价，长期债务不可持续，反而会让黄金成为终极避险出口。这就是那个悖论，利空和利多可能都是对的，只是时间尺度不同。你需要知道的，短期看30年期收益率破 5% 对黄金是逆风，长期看能把收益率推到这个水平的债务问题本身又是黄金的最大利多，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你可以做的，如何看真实压力，看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胀预期。最方便的工具是 FIED 的 DFI10 指标，这是10年期通胀保值国债 TIPS 的收益率，免费查阅。当 DFII 10期处走高，黄金压力大，当它见顶回落，黄金通常会反弹。但这个悖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微妙的信号，很少有人注意到。而这个信号跟数字和图表无关，它跟人有关。Mike 退场说明什么？2026年的春天，有一件事在金银圈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Mike Maloney 他是谁？如果你不在英文金银圈，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在英文金银教育这个领域， Mike Maloney 是一个标杆级的人物。他创立的 YouTube 频道叫做 goldsilver.com， 订阅人数87万，是全球最大的几个金银教育频道之一。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一个叫 Hidden Secrets of Money 的视频系列，这个系列在 YouTube 上累计播放量超过数千万次，被金银社区当作入门必看的教材。他写过书，做过演讲，影响了整整一代英文世界对黄金白银的认知。但2017年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他选择了非化疗的自然疗法。这些年来他一直在边治疗边做视频，直到最近 goldsilver.com 的官网正式宣布 Mike Maloney 暂停每周定期更新，专注于自己的健康，频道交给一个叫 Alan Hebert 的人接管。Alan Hebert 的人接管， Alan Hebert 是谁？他和 Mike 合作了将近7年，2019年加入 Gold Silver 团队，拥有金融 MBA 学历，擅长研究和图表分析。他和 Mike 共同写过一本书，叫做 The Great Gold and Silver Rush of the 20th Century， 也就是21世纪的金银大涨潮。
现在 Alan 正式接手频道，并且推出了一个新的视频系列，叫 Hidden Secrets of Value 价值的隐藏秘密，每周一期，每期大约10分钟。你听到这里可能会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看英文频道。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信号很重要。因为顶级 KOL 频道的主动换帅是散户经营社区情绪变化的一个领先指标。什么意思？想象一下，如果一家公司干了20年，老板突然说我退一步，让团队接手，未来的故事由他们讲下去，这家公司大概率不是要倒闭，而是进入了传承期。 Gold Silver 做的是同一件事，他们不是关门，而是把信息传播这件事从一个明星个人转移到一个团队，一个体系。这背后说明什么？说明经营教育这个赛道从10年前那种几个先驱在喊的小众阶段，进入了主流化、机构化、体系化的阶段。当一个市场开始机构化，意味着它正在走出青春期，进入成熟期。这不是坏事，对长期持有者来说反而是好事。但它也意味着那种靠一个 KOL 一句话就能让金价波动的时代可能正在结束。未来的经营定价权会越来越多的回到机构数据、宏观逻辑、央行行为这些硬指标上，而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部分讨论的美债30年破5，债务接近40兆，利息每天将近30亿，这些机构级别的硬指标。你看2条线在这里交汇了。你需要知道的，麦克换帅不等于使命结束，而是经营教育这个生态从明星驱动进入了体系驱动，这是市场成熟的标志，不是衰退的信号。你可以做的，你可以自己去 gotosilver.com 的频道，找 Mike 的使命，继续宣告视频，把它的内容和 Alan 新做的 Hidden Secrets of Value 对比看看，你会很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声音在收尾，另一种声音在接力。这就是市场情绪结构性变化的微观证据。2条线指向同一处。今天我们聊了2件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事，一件是美债30年期收益率破 5.197%， 2007年以来第一次，背后是接近40兆美元的债务和每天将近3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另一件是 Mike Maloney 暂停每周更新，把全球最大经营教育频道之一交给了 Alan Hebert。 但这2件事指向同一个事实，全球金融体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债务规模在挑战美元信用的极限，而经营市场正在从明星驱动转向机构驱动。我不告诉你接下来要买什么卖什么，我只告诉你压在黄金头上的那座宏观大山叫做美债收益率，它现在刚刚露出了一道裂缝，而能撬动这座山的从来不是某一个 KOL 的呼喊，而是债务本身的重量。你今天可以做的3件事：第一，打开 fiscaldata.treasury.gov， 亲眼看一下美国每天的利息支出和债务总额，这是免费的一手数据。第二，去 FRED 查 DFR10， 这个指标追踪10年期实际利率的变化，这是判断黄金宏观压力最直接的工具。第三，去 goldsilver.com 的 YouTube 频道看一下麦克那条使命继续的宣告视频，自己感受一下这个信号，一个时代的收尾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像今天这种宏观加情绪双线叙事的深度分析，我们频道每周都会做。下一期我们会解读最新一份世界黄金协会的官方季度报告。想第一时间看到，点一下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给我点个赞，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经营的人。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美债30年期收益率会不会真的去到 CT 说的那个 5.5%？ 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